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飞行射击游戏《武装飞鸟》。咱们能够选择5个人物，今天呢选择元娘。他的蓄力攻击能够把棍子伸出去，可以抵挡敌人的子弹，这也是他的特色所在了。但是这个蓄力攻击呢，它的攻击范围非常有限，算是一个近身的格斗技了。在蓄出来之前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。这款游戏是彩晶公司1994年出品。咱们的武器吃到了 P 之后，当你吃到了最大的等级，它维持一段时间之后就会衰减。这一点呢，可以看见四国战机的影子。当然了，四国战机也是彩晶的核心团队成立这个公司之前的作品。这里来到了第一关的 BOSS， 咱们现在面对这个敌人是王牌空贼团。王牌空贼团并不是说这个团啊有多厉害，只不过这个名字叫王牌，王牌还是他们自己起的。是一个3人组，分别是胭脂、艾斯和克劳德。这个大骑士呢，他右手的这个枪伸出来是没有攻击判定的，但是啊，他随后会变成一门炮。游戏的剧情呢，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核心就是争夺魔镜的碎片。魔镜呢，一共是4个碎片。相传集齐了之后可以实现你的愿望，所以说主要有2股力量来争夺这个魔镜的碎片，包括咱们可选的这些主人公了，分别是冒险家阿修、魔法少女玛丽安，咱们使用的元娘，还有一个机器人和一个木匠。其中魔法少女玛丽安曾经穿越到彩晶公司的作品《战国之刃》里，当然了，《战国之刃》里的人物呢，也曾经穿越到武装飞鸟后续的作品当中。这里是第2关 ，BOSS 是这辆火车。这个火车呢是空贼团里艾斯的座驾，就是头发最奇葩的这位，出的太高了。好了，这3个家伙真是命大呀！后面我应该续着打。有一点小危险啊，因为这个攻击距离实在是太近了。不过它的威力还是挺大的。BOSS 最后一个形态，这是火车头啊，它的2侧的手是可以打碎的，打碎之后应该是爆出 P。我的武器已经衰减了。BOSS 有很多的零件组成，如果快点打的话呢，可以打中间，不拆它的组件。好的，第2关也打完，咱们拿到了2块碎片，拼了一半了。我蓄力的时机选择的其实都不太好，因为没有背板。这款游戏实在是年头太多了。1994年的作品，大家想一下。游戏的难度还可以，适中，场面呢又比较火爆，所以说这款游戏当年在街机厅还是比较受欢迎的。彩晶公司制作的飞行射击游戏一般都有质量的保证。这3个货又在这儿，经常能看见他们。那这关的 BOSS 就应该是克劳德的战车了。看见他们3个，我总想起火箭队，口袋妖怪的火箭队。好的，拆了他第1个形态的组件，开始打第2形态。
第二形态呢，它起飞了，好好的车不开啊，飞起来，不要在我面前开车。3片了，第4关是在海上，你能够看出来，彩晶公司制作的飞行射击游戏，它都会保持战场的多样性，遗迹、戈壁、丛林、村庄、城市、海洋都有。大家玩1945的时候应该还记得，他甚至开着带螺旋桨的飞机上太空啊。这关是在海上，BOSS 不用想了，是一个舰船类。咱们第1关第一次见到了空贼团，第2关呢打的是艾斯的火车，第3关是克劳德的战车。那本关的 BOSS 明显就是胭脂的了，是一艘胭脂的战列舰。武装飞鸟同样也出了几座，另外呢，它还移植到了家用机的平台。其实今年它还移植到了 Steam 平台，如果感兴趣的小伙伴想在电脑上玩这款游戏，可以去了解一下。在电脑上呢，它的屏幕比例主要的画面部分是一样的，但是左边和右边是你的计分的位置，包括显示你的驾驶员的半身像，所以说它 UI 经过了调整，但核心部分的比例呢没有变。咱们先拆翅膀，先用棍捅啊，真的是太奇葩了呀！飞行射击游戏拿棍捅。我就是仗着自己的棍子啊，能捅他们的子弹，所以说有恃无恐。好的，打完，胭脂的机器也被拆了，这样咱们集齐了魔镜。这样呢，魔镜里边的镜之魔神就告诉咱们，它叫做阿特拉。如果想要实现愿望，就来他的神殿。这样从本关开始呢，咱们就要攻略这个神殿了。这里呢，就是我说的战场多样性的遗迹的部分。这种小怪啊，拿棍子捅。这里明显我没有背板，如果背板的话，我就右边续一发，然后迅速的向左侧移动。高手打这个，你一眼就能够看出来，不像咱们这些普通玩家打起来很盲目，没有计划性。又是这几个货啊，他们的对话呢可以看出来，他们发现了这个遗迹呢被魔镜的力量打开了。拿棍子捅啊，捅爆了2个了。其实伸棍子的时机呢也是有讲究的，最好是他们发射子弹的时候你捅一下。好的，遗迹的一方的力量呢加入了，把他们仨撞飞了。打了一个大的头像，现在打这2个小的。这2个小的还是比较容易。2种攻击方式太模式化了，一种呢有指向性，一种呢是，这个形态不好啊，我放一个大吧，放一个炸弹吧，这是咱们第一次放炸弹。这个炸弹就是放出很多的分身。大家想一下，玩1945的时候有飞机就有类似的攻击方式，放出去之后它会贴着对面进行输出。这里小 boss 战3根石柱，2个就可以躲一下了。刚开场的时候，我集中精力呢捅爆了一个，爆出了好多批呀，这么多批。
我喜欢啊，因为这款游戏呢，它的武器等级是衰减，所以说 P 越多我越喜欢。好的，这里打了一个石棺。这里又要打 BOSS， 先清小的，这些小的其实才最讨厌啊。指向性越强的子弹越危险，模式化的反而好躲。出来一个球，来给他一杆，一带，谢谢。这是打了一个西红柿嘛。刚才这个 BOSS 呢，两种攻击模式，你能够看出来，他皱眉的时候是一种，他睁大眼睛的时候是另外一种。骷髅头。嘴里好像要放出小骷髅头，禁止套娃呀！出现了，这条龙呢是本关的 BOSS 了，关底了。这里我感觉我躲不开了，它太靠下了，所以呢又放了一个炸弹。我还有5发炸弹，足够了，咱们还有1关就通关了。游戏也是有多周目的，后面的周目太难了。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外了。这些石像捅爆了就是2个 P。好，6个炸弹。这又是空贼团，这是他们最后一次亮相了。拿出了很多的组件，现在是一杆枪，还有战车。这个空贼团啊，我觉得也是人生赢家了。财力需要很雄厚啊，才能有这么多的装备。4个形态吧。好的，这里要打这个封印了，咱们先要交出咱们的魔镜。把这个封印打开，放出静止魔神，先捅他。旁边小的不用管啊。咱们捅的时候还是比较安全的。静止魔神表示要试试咱们的力量。这么多炸弹还怕你吗？躲不开来就放啊。那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人物的结局。通关了之后有2种选择，可以选择继续打他，或者呢放了他。如果你继续打他的话，就把他打死了。那这样的话呢，这个镜子就没有魔神了。这个静止魔神的灵魂就告诉咱们，让咱们来当这个静止魔神，代价呢就是咱们永远也离不开这个遗迹了。那现在呢，我选的是不打他，不打他之后呢，就收他当小弟了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飞行射击游戏《武装飞鸟》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